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除了用核潜艇把澳大利亚武装起来，让其成为美国的打手以外，还在于借此强化在澳大利亚的兵力部署。去年9月16号，在美英澳组建AUKUS同盟的第2天，美澳两国就宣布将扩大军事合作范围，包括增加驻澳美军人数、提高美军战机、水面舰艇以及地面装备的轮换驻防频率，增加两国军队举行联合军演的次数。因此，美国罔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在核问题上对澳大利亚采用双重标准。澳大利亚没有大量的这个核燃料，那么核潜艇你用什么核燃料？你用美国的军用的核燃料。那你在其他的地方，你在伊朗，你在朝鲜，你在印度，以前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你都进行了大量的制裁。这当然是双重标准，而且这个政治影响非常之恶劣。另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澳大利亚还计划增加阿拉弗拉级巡逻舰的规模，并将打算建造的猎人级护卫舰从8艘增加到9艘。此前，澳方表示要建造12艘阿拉弗拉级巡逻舰，澳大利亚媒体还妄言地宣称一口气发展12艘，目的就是干涉南海局势。去年12月20号，首舰阿拉弗拉号已经在奥斯本海军船厂下水。据报道，阿拉弗拉级巡逻舰标准排水量1640吨，主要武器装备为一门40毫米舰炮，最大航程可以达到4000海里，能搭载专门的任务包，比如海上战术无人机系统。未来还将具备执行海上快速环境评估、反水雷战等任务的能力。澳大利亚建造的阿拉弗拉级巡逻舰属于大型的巡逻舰，所以说这种巡逻舰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近海巡逻舰，它可以进行某些远海任务，它也可以前往比如说中国南海、中国的东海附近，跟随美军进行低强度的一些任务，以及呢海上的执法，还有这个水雷作战。而猎人级护卫舰更是被澳大利亚海军寄予厚望的新一代舰艇。去年年底，澳大利亚与英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猎人级护卫舰将以英国海军的26型护卫舰为基础进行研发建造。它的这个项目名称叫做全球战斗舰，它本来就是立足于全球作战，它的满载排水量是8800吨，是世界第1大。它就是为了配合美军在中国的南海或者东海这些海域进行活动的甚至要进行作战的。为了增强美国头号小弟的地位，澳大利亚近年还向美国采购了72架 F-35A 战机。今年1月15号，澳大利亚国防部又宣布，美国的 AH-64E 阿帕奇卫士赢得了陆军的武装直升机招标，未来将采购29架，用于替换现役的欧洲虎式武装直升机。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替代虎式直升机呢，买美国货。但首先就是美国保障美国的利益，因为澳大利亚它国防战略现在修改了，它要作为美国的这个仆从附庸在远离澳大利亚本土的这个战场作战，而且呢它要进行远程的这个投送嘛，它属于重型的攻击直升机它整个这个作战半径可以更大，它的武器卸载量更大。